大家好，我是大伟。年龄越大的人越要去练习逆腹式呼吸。逆腹式呼吸给我们身体所带来的好处实在太多了。我在这里简单的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呢，通过练习可以很好的强化我们的一个五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逆腹式呼吸所有的受力都是在于我们的腹部，而腹部呢就是我们五脏所待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通过我们不断的向我们的腹部受压就相当于给我们的五脏按了一个摩。第二点呢，就是通过逆腹式呼吸可以很好的强化我们的底部盆底肌。盆底肌这块肌肉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年龄越大的人它相对就越松弛。那么盆底肌只要一旦松了以后，你身体当中的一个内气不但无法下沉，而且呢还没有办法聚集起来。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叫做内气聚则浑身有力。可想而知，这个盆底肌对于我们的身体是多么的重要。第三个通过腹式呼吸还可以很好的打开我们的胸部，因为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我们的膈肌要下沉，我们的胸廓要打开，所以对于我们的心肺也是非常有益的。那么今天呢，我来教大家一套真正的逆腹式呼吸的方法，即便你从来没有练过，你也能很好的掌握其中的精髓。好了，我们现在来讲动作。首先咱们在练习的时候选择坐姿，身体一定要做端正了。现在我们来讲要点。第一个我们要先学会收紧我们的一个盆底肌。盆底肌怎么收紧呢？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找到一种往里面夹住的感觉把盆底肌收紧。你可以把双手按在我们的小腹，当我们盆底肌在向内使劲夹紧的时候，我们的小腹也会不由自主的向内收。手放在小腹上面，当我们收盆底肌的时候，你一往里面戳一戳小腹，感觉里面有一些微微的变硬的，同时你能感觉到你有一种提肛夹紧的过程，那么你的盆底肌就收紧了。收紧盆底肌只是第一步，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我们在整个逆腹式呼吸的过程当中，盆底肌都要始终保持收紧。好，那么在这里我再强调一次，在整个腹式呼吸过程当中，我们的盆底肌都要收紧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逆腹式呼吸。那么逆腹式呼吸，当我们收紧盆底肌以后，我们正常开始吸气，吸好了以后气沉下来了以后，感觉肚子微微往外胀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腹部一定要向内收你看收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在憋着气的收紧，盆底肌向上提，腹部向内收紧。好，到达你的极限以后，好，来吐气，放松。记住，放松的时候只是放松我们的腹部，我们的盆底肌是一直收紧的。好，再来第二个，好，来吸气，好，这个时候肚子感觉往外鼓了，我们把肚子小腹往内收你看从侧面看腹部向内收，盆底肌是一直保持绷紧的。好，到里面的最深处我们保持2到3秒钟此时是憋气状态，然后吐气放松肚子再来第三个，你看，来吸，肚子收，好，保持1到2秒钟，憋气，好，吐气，肚子放松，盆底肌依然是紧的。好，第四个，来吸，肚子收，好，然后保持2到3秒钟，好，肚子始终向内收，好，吐气，放松。这个动作看似比较简单但是你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正常你要做个5个左右，你的额头开始出这种汗，后背开始排汗，排的是一种像细雾一样的汗，你能感觉到我们的腹部有一种燃烧，并且就由内向外这种燃烧灼烧的感觉就很酸胀的感觉，那么这个动作你就做对了。咱们在做逆腹式呼吸的时候，一定要追求这种腹部给你这种真实的感觉你不能说你做个5个到10个左右，你发现你自己也没什么感觉，额头后背也没有什么汗，那么你这个动作做起来那就肯定是有问题的，那就要把这个视频从头到尾再看一些，掌握其中的细节。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你吸气，肚子往外鼓往外有点鼓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开始把肚子往内收这个衔接的过程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好的逆腹式呼吸，它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衔接，同时呢，你在每一次锻炼的时候都能够很有效的强化我们整个腹部的核心力量，那么这个动作你就做到位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多多练习逆腹式呼吸，每天做10个到20个左右。你要记住，呼吸到腰，健康到老。这句话其实是非常有用的。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一定要关注一波，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总是感觉身上乏力没有劲，吃东西啊没有食欲啊，吃不进去，并且呢到了春天以后啊，即便是现在的气候季节已经非常不错了，还是感觉这个手上脚上只要一不动啊，它就感觉像冰窟窿一样。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意了，我会教你一个道家的大揉腹法。这个大揉腹法，你做完以后，你会发现额头后背会发热，而且做完以后啊，很多朋友原来喝咖啡的、喝茶的都不喝了，自己啊就感觉有劲。为什么？因为这个大揉腹法是针对我们里面的成员的，你只要这样去做，就能让我们里面啊，它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说的再多不如自己体验一下这个答案。大揉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好的，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我们现在一起来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这个大揉腹法呢，其实非常简单，我们记住一个口诀，叫做右伸左降，饭前做啊，它不是饭后做的一种揉腹法。饭后做呢，一般是叫小揉腹法，是这么揉。大揉腹法，你看，把你的双手啊折叠在一起，放在我们的右下方啊，这是我的右侧，你们看起来可能是左侧啊，右下方，右边往上伸，然后滑到我们的左边，左边往下降，然后再绕回来，就这样，记住右伸左降啊，你看右伸左降，大揉腹法。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很多朋友看起来说，不就是这样吗？看起来很简单，其实不是的。在做的时候，你得学会运劲啊。什么叫运劲？你看，右伸的时候吸气，左降吐气，吸吐吸吐，我们做的幅度要大一些啊，就这样做。那么做起来以后，你会发现，不仅仅是我的手，我的身体啊也转动起来。我们就这样做。右伸左降，做得快的话呢，就不用配合呼吸。如果你是慢慢做，你看吸气、吐气、吸气、吐气，这样配合也是可以。每天这样做多少下？99下，饭前半个小时做，就这样做。做着做着，你会发现里面热，热完以后，你的后背、额头都开始出汗。出的汗是什么样呢？是细雾一样的汗，手一摸像一层雾一样。这种汗就是好的汗，你的一些小寒，你的一些小凉，都会和这个细雾一样的汗怎么样出来？而且呢，很多朋友刚开始做了以后啊，会发现肚子里面啊有鸣叫，咕噜咕噜响，这是好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去做？而且幅度要越大越好呢？你们把手啊放在一起摩擦，摩擦摩擦，你会发现摩擦摩擦会怎么样？里面就热啊。我们在做的时候运动的是哪里？运动的是我们的五肋。就这么去做，里面在一起摩擦，它就会热，热了以后就有光有能量，它就会把不好的怎么样请出去。所以我们每天就这样99下，就这样去做大揉腹法，幅度要稍微大一些。记住不要饭后去做，因为它是一种运动，我们要饭前去做，30分钟去做，做完以后热了你就舒服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你身边有朋友需要这个视频内容，请麻烦你把它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大家一定要记住，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有很多朋友反馈啊，就是经常啊吃完饭，哪怕只吃一点点啊，这个肚子里面啊就特别的胀，里面有很多的这些浊气啊在里面乱窜，导致了这个肚子胀不舒服，一会儿啊肚子就咕噜咕噜响，一会儿肚子就咕噜咕噜响。其实很多人啊都说啊，这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寒气湿气啊在作怪。我告诉大家，如果你感觉你的肚子经常胀啊，胃部经常感觉不舒服，消化也感觉不好的话，今天一个动作就能帮助你改善。这个动作非常的好，如果你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视频啊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啊，直接开始来讲动作。这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在于我们的肚脐下方2指啊，这个肚脐下方2指，然后你去摸啊。一般来说，如果你的肠胃啊感觉不好的，经常肚子胀的，这里你去摸会拨到一根小筋啊。
如果你经常肠胃好，你摸起来是没感觉的。如果肠胃不好，往里面就是手啊，你看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大家看好啊，形成这样一个姿势，然后顶在肚脐里面，上下左右的挑一挑，你会摸到里面有一根筋，你把这根老筋啊给它化开来，慢慢的肠胃就好了。如果感觉肠胃还不舒服，怎么办呢？就是在肚脐上方，大概在3到4指的位置，再继续摸啊。如果还有一根筋，把这根筋解开就好了，双重保险啊。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啊。肚脐下方2指啊，你看就手这样啊，3个手指啊，你看并在一起啊，顶进去。先拨一拨啊，感觉有一根筋比较硬的，好，我们顶住这个筋，来回反复的，你看这样上挑啊，把这个筋给它挑开。大家看啊，侧面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好，坐直啊，先拨，先慢慢的揉一揉啊，感觉有一根筋的，好了，有了以后，看上下啊是往上啊，这个动作很重要啊，不是就是往上，你看挑，大家知道挑什么意思吧？叫挑，把这个筋啊给它挑开，你看啊。这样去做，非常简单。做的时候啊，尽量保持啊肚子放松啊。很多朋友做的时候啊，就是说他自己啊无形之中啊会做的时候一紧张，哎，这个肚子就变硬了，这样效果就不行了啊。把肚子啊尽量保持放松，然后往上去挑啊，非常的好。我们一般做上一个100下到200下啊，这个筋啊你再去摸，哎，慢慢的啊就变软了或者变小了一些，这样就行了。好了。做完了下面这根筋，再把上面的筋最好再做一下啊，就是我们肚脐上方大概4到5指的一个位置啊，我们正常4指，你看肚脐啊上方4指，好，把手贴在这个中间，然后呢，你看啊，也一样是坐直，然后把这个手你看往里面顶一下啊，顶一下，往里面顶一下，然后往上啊去找一下这个感觉啊，去挑，先去找这个筋，然后往上去挑啊，挑的时候也一样啊。如果很多朋友做的中途啊出现这个肚子胃里面出现这个胀气啊，或者乱窜打嗝啊，或者下面放气啊，都是正常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啊，不要惊慌。好，我们就这样去做，一样50下到100下啊，就这样，非常简单。你把这2个点的筋啊给它去散开了以后，其实说白了啊，就是把我们里面的一些经络打通了，寒气湿气啊给它完全的带出体外。一些堵着的点就疏通了。你坚持啊去做上一个7到14天，从此你再去吃东西，你就很难找到这个肚子啊还胀胀的难受的感觉了啊。这个方法啊是非常好，可以说一个小动作帮了很多人解决了一个大麻烦啊。我是非常推荐给大家每天没事的时候啊去做一做。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因为在这里啊我会给大家分享非常实用的小视频，或许其中某个视频啊就能真正意义上帮助到你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麻烦。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喜欢道家养生的朋友们啊，这个不老功啊，你一定要了解。所谓不老功啊，它可以说是道家的一个绝活，但是它并不是真正让你不老，而是极大的延缓你衰老的速度。它以内调为主，内调我们的五脏，促进我们全身气血的一个循环，而且呢，通过独特的体式啊，达到强身健体啊、身体塑形这样的一个目的。对于女性而言啊，它能更好的补足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啊，抛去一些身体当中过重的寒气，而且呢，经常练习能让你的形体条子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苗条。好了，咱们把这个动作教给大家，也非常的简单，每天就跟着练一练就可以了。我建议大家先把这个视频先收藏下来，以后随时打开，随时就能看了。好了，咱们接下来讲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咱们这个动作从步法上面就有要求脚是一个丁字步，你看。像一个钉子一样我们把腿并拢在一起，大家注意看这个姿势。然后呢，收腹挺胸双手是什么呢？合在一起注意看是整个手臂贴合在一起。然后我们注意看来微微的蹲下，不用蹲很深咱们只要微微的下蹲就可以了来下蹲，蹲下以后呢，我们站起来，站直。然后把手微微的向上伸，注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整个腹部一定要收紧手向上伸，伸过头顶以后，你看手打开，伸展开来，向下，好，再回到起始的姿势，再慢慢起来，眼睛跟着手看，这样的话你是抬头然后把手打开。好，慢慢放下你会发现这个动作它是非常好的，把我们全身都能锻炼。
我们从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啊，你看，蹲，好，起，站直，小腹收紧，手往上伸，伸过头顶，一定要伸过头顶啊，伸直啊，伸直以后呢，手掌打开啊，像莲花一样啊，所以这个动作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莲花式。好，慢慢放下来。如果我们配合呼吸的话，我们是这样做的啊。你看，来，吸气，吐气，然后手打开的时候吸气，下去的时候吐气，啊，这个是配合呼吸的做法。我建议大家前期先不要尝试配合呼吸，就是自然呼吸啊，动作做慢一点，然后自然呼吸。我们把这个动作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往上。眼睛一定要看着我们的手掌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头啊可以微微的往上抬，好，把手打开，啊，你会发现做完了以后啊，整个身体啊、后背，包括我们的膀子啊，它都有一种被疏通的感觉，而且这么一上一下，它就可以促进什么？我们的整个气血啊进行一个更好的循环，而且呢，我们在往上的时候啊，这个小腹啊是强迫你去收紧，它就能够更好的塑造我们腰间的一个曲线。所以这个动作啊，为什么叫做不老功呢？它能够刺激我们的身体啊，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苗条，显得啊很年轻。同时啊，通过一些锻炼，把我们的身体啊关节啊都锻炼开来了，所以它叫做不老功啊。这个动作啊非常的好，希望大家学会了以后，每天坚持去做，一天啊一般来说做个12次到20次啊就足够了啊。我是大伟啊，感谢大家对我的视频的支持。那么没点赞的朋友们，点一下视频下方的赞，长按给我个超级赞。那么没关注的朋友啊，点一波关注，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道家有一个非常传统并且经典的动作啊，叫做仙人正负。紧接着这个仙人正负后面一句话叫做打出一肚子坏水。这句话呢是道长亲口告诉我的，动作也是他教给我的。他还告诉我了一个口诀，就是一个字叫晨。什么叫做晨呢？就是这个动作一定要晨起的时候练。一日之计在于晨，在早上我们刚起来的时候啊，身体里面是刚刚苏醒，那么经过一夜的睡眠，身体当中会产生很多的代谢物。那我们会发现啊，早上我们去上厕所的时候啊，那个颜色会非常的深，对吧？那为什么会那么深呢？它其实都是一些代谢的产物。那么如果说我们用了这个仙人正负以后啊，这个颜色还会更加的深。它的用处啊，就是让我们肚子里面这些坏水、坏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啊，给排出体外。所以也就顾名思义了，当我们身体里面啊被净化了以后啊，东西都出去了，那我们的身体自然而然不就好了吗？所以这个动作啊，它是早晨练的，而且啊非常的好，我自己也试了啊，感觉非常不错，分享给大家。那么我们接下来讲一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做的时候呢，这个腿啊一定要分开。腿分开以后呢，这个臀部啊要夹紧，你去摸臀部硬邦邦的啊。那么两个要点掌握好以后，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动作。手呢呈空心状拍我们的肚子，是呈一个三角形往上看，看到没有？它是从下窄到哪呢？上宽啊，到宽就到两侧了，然后呢带到中间推下去啊，就是这么一个完整的动作。同时你要配合呼吸的，这个动作不配合呼吸的话，它的效果啊是大打折扣。怎么呼吸呢？吐气的时候收腹，收腹的时候肚子是紧邦邦的啊，你要去摸，在肚子紧的时候去进行一个拍打。如果肚子缩的话，你拍打起来会很胀，不舒服。肚子收紧了以后去拍打的话，还能有效的刺激我们的腹肌啊。我们来试一下哈，吐气，肚子收紧，然后吸气。吐，吸，吐，吸，吐，吸，吐，吸。好，这个动作做习惯了以后啊，一般来说我们做一轮啊。就是这一下算一轮，我们做一个5到6轮左右啊，身上就会出汗了。出完汗以后，你去上厕所，你会发现啊，这个颜色就变得更深了啊。所以呢，这个动作我们一般是早上起来做一做
啊，对于身体当中啊，如果平常感觉体虚的朋友啊，体弱的朋友，都可以去练习这个动作，可以生发我们的一个气，同时呢，对于我们整个气血的一个循环啊，包括还有对于我们一个身体当中的一个刺激啊，都能带来很好的帮助啊。所以这个动作非常的好，大家一定要掌握好这个动作的要点。如果要点没有掌握好的话，盲目去做的话，可能带来的效果就不是那么理想了啊。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观看，并且呢对我的视频点个赞，把视频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谢谢大家。